沈四的白月光约我见面，故意把我推水里后，自己也跳了下去。不断下沉的我看着沈四毫不犹豫地向夏雨宁游去，看着夏雨宁得意的眼神，我彻底对沈四死心。从此天天缠着沈四的我变得安静乖巧，反正我快死了。沈四的爱谁爱要谁要，可沈四却后悔了。木木，别留我一个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沈四赶到时，我和夏雨宁双双落水，湖水冰冷刺骨，我呼吸越来越急促。身旁的夏雨宁看到赶来的沈四，拼命呼救：沈四，快救我！我也想呼救，可水呛的我发不出一丝声音，只能看着眼睁睁看着沈四焦急地把夏雨宁救了。关键时刻，路人发现水里逐渐下沉的我，抢在最后一刻把我救下，把陷入昏迷的我送进了医院。再度睁眼，是江一白紧皱的眉头。江一白是邻居家的哥哥，现在也是我的主治医生。看我醒来，江一白松了一口气，再送来晚点，你的手术就不用做了，癌细胞已经扩散了。程木，你得配合治疗，才有活下去的希望。见我面无表情，江一白急作一团。你别这样，你还年轻。我坐起身来，认真看着江一白，眼里平静。如果不化疗，我还剩多长时间？最多3个月，够了。你先去忙吧，我休息一会儿。刚出病房，就看见沈四搀扶着夏雨宁，举手投足间尽显温柔。他是不是忘了他的妻子也在水里？他明明看见了。夏雨宁看见我，眼里闪烁着得意。他一直在照顾我。见我没反应，夏雨宁却急了。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这样缠着他，有意思吗？夏小姐老是惦记着一个有妇之夫，怎么好意思说我？我看着不服气的夏雨宁，你让他和我离婚，娶你呗，反正我只有3个月了。沈四的爱，谁爱要谁要。我不顾江一白的阻扰，办理了出院。回到家，就看到沈四在客厅，像是等了我许久。我看着他，有事吗？沈四犹豫了一下，程木，我是不是太纵容你了？夏雨宁不是你能动的人，她从小身体就弱，我怎么就动她了？沈四眼神冷冽，我以为你只是善妒，没想到你竟然起了害人的心思。亏雨宁在医院还帮你解释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我心底泛起嘲讽，从小身体弱，推我的力气倒是挺大的。我转过身，行啊，那我们离婚。我恶毒，他高尚，他身体弱，你照顾他一辈子吧。沈四一把拉住我，眼神里带着威胁，别和我玩欲擒故纵这一套。程木，你的把戏真的很幼稚。我对上沈四的眼睛，我说了，离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沈四一声讥笑，眼神里充满戏谑。程木，你会舍得和我离婚？沈四有这样的想法，意料之中。每次他在外面喝酒，我打电话催他回家。沈哥，你的管家又给你打电话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沈四半眯着眼，没办法，甩不掉。电话那头笑声不断，我知道，全是看我笑话。从学生时代开始，我一直是沈四的跟班，随叫随到，风雨无阻。每天早起到他宿舍楼下给他送早餐，可他转头就扔进了垃圾桶。我也不气恼，每天坚持。终于，沈四看着我，就这么喜欢我。我羞涩地点了点头。沈四破天荒没再丢手里的早餐，分了一半给我，一起吃吧。我以为我终于捂热了沈四这块石头，后来我才明白，那天他接受我是因为他在夏雨宁宿舍楼下站了一晚，夏雨宁始终都没答应他。沈四和我在一起，
只是为了气夏雨宁而已。我坚信，只要我对沈四够好，他会喜欢我的。和沈四在一起后，我每个月生活费不多，可沈四家境好，吃穿用度并不便宜。沈四生日快到了，我看上了一对品牌的情侣对戒，想着沈四生日那天把男戒给沈四。我四处做兼职，省吃俭用，好在终于在沈四生日前夕买到了情侣对戒。生日那天，我把戒指给沈四的时候，在我期待的目光下，他却把戒指收了起来。木木送的当然要好好放着了，我打球不方便戴，可他脖子上却戴着夏雨宁送他的项链。既然，我也只能把女戒也放了起来，一直放柜子里，直至落灰了都没再打开过。沈四生日，夏雨宁也来了哟，夏大小姐也来了。咋你俩还穿情侣装呢？看着沈四和夏雨宁同色系的衣服，夏琳脸红着，沈四则一脸不耐烦。你哪只眼睛看着像情侣装啊？眼神不好就去医院看看。我心里酸涩，没人知道我和沈四在一起了，只当我是沈四的跟班。聚会结束也是半夜，我想开口让沈四送我回去，夏琳抢先一步：沈四，你能送我回去吗？刚好我们顺路。沈四没犹豫，行，就这样。夏雨宁在众人八卦的目光中上了沈四的副驾。程木，我送你回学校吧。这时班长提议道。我知道，沉稳的班长一直对我有意思。不用了，班长，我打车很快的，而且离学校很近。走到一处巷子里，我隐约感受到有人跟踪我，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，于是拨通了沈四的电话。这个点了，应该到家了。喂，你好，沈四洗澡去了，待会我让他给你回电话。听着那头夏雨宁的声音，我挂断了电话。好在有惊无险，巷子很短，不一会儿便走出去了。我想让沈四给我个解释，可一直到凌晨，沈四一条消息也没有。第二天，我找到沈四，昨天为什么送他回家？沈四不耐烦，你要是住和我一个方向，我也送你。我知道继续问下去，不可避免地发生争吵。你现在是我男朋友，能不能和他保持距离？走在前面的沈四身影顿了顿，转过来，眼里的情绪晦暗不明。程木，我喜欢的是懂事的你，多余的事你不要过问。一直到毕业，夏雨宁出国，沈四喝了很多酒，第二天带着我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去了民政局看着手上的结婚证。我觉得不可思议，江一白却一脸担忧。木木，你想好了吗？我了解沈四，我担心你婚后不幸福。我一脸笃定地看着江一白，放心吧，我相信他，结婚了会改变的。沈四毕业了，接手了家里的公司，我则进入了沈氏，成了沈四的秘书。没人知道我是沈四的太太。刚下班，接到沈四的短信，走到路口等我，今晚我们回老宅吃饭。好，我不喜欢沈宅，他家里人都不待见我，觉得我配不上沈四。到了沈宅，沈四牵着我便走了进去。沈母看见沈四，高兴地迎了上来，看见旁边的我，眼里充满嫌弃。本来心情好好的，真扫兴。沈四松开我，径直走到沈父旁，谈起了公司最近的状况。还没开饭，我的胃开始隐隐作痛，没带药，只能忍着。爸妈，奶奶，我回来了。门外响起沈四的妹妹沈曼的声音。进门看见我，沈曼眼底带着讥讽：“哟，你也在呀？”沈母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，还不去厨房帮忙。我只能低下头。好，沈曼没好气道：“真不知道我哥咋想的，雨宁姐姐这么好，真是可惜了。”沈四听到了，看着我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厨房帮忙，放桌上。
沈曼突然开心起来：“哥，雨宁姐最近要回国了。”边说边得意地看向我。低头吃饭的沈四动作也顿了一下：“小四都结婚这么久了，提下家那孩子干什么？”沈家奶奶不悦：“小木啊，你们结婚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什么时候让我抱上重孙啊？”沈四抢话道：“奶奶，我们还年轻，不想要孩子，我想好好经营公司。”沈曼插话道：“就是，奶奶你别催，我哥还年轻呢，我和你哥哥嫂嫂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”见奶奶发了火，沈曼识趣地闭了嘴。回去，沈四专心开着车。夜幕降临，沈四声音响起：“我妈和我妹就这样，你别放在心上。”刚回公司，沈四的办公室的门紧闭，里面传来隐隐约约的争吵声：“沈四为什么要和那个女人结婚？我哪里不如她？是不是为了气我？”见沈四冷着脸，夏雨宁意识到自己太过激动，声音也软了下来：“沈四，我回来了，我错了，你离开他好不好？”我推开门：“夏小姐，沈四已经是我的丈夫，请你注意分寸。”夏雨宁盯着我：“真怪我大意了，让你趁虚而入。程木，上大学时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讨男人喜欢？”啪，一个巴掌。夏雨宁不可思议，沈四脸上露出心疼。夏雨宁委屈地看向沈四，沈四冷着脸：“滚出去！”我看向夏林，沈四却看着我：“程木，你胆子大了，竟敢动手打人！”说完，扶起夏雨宁：“走，我送你去医院看看。”沈四阴冷的眼光扎向我：“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”胃一阵阵绞痛，我按住腹部，揉了一下，想起沈四走时的眼神，我心底抽搐着。公司里小陈八卦的眼神看过来：“程秘书，刚刚沈总扶着出去那位是不是沈总的心上人啊？”我看着沈总眼里的温柔都快要溢出来了，其他人也凑过来，一脸好奇地看向我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你们工作都做完了吗？”八卦的人群一哄而散。隔天公司厕所里便听到了平时不待见我的同事奚落着我：“这下好了，夏小姐回来了，和咱沈总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程木估计要气死了，别以为她的漂亮就想当上沈太太。旁边的同事一旁附和着。我开门出去，那两人吓了一跳，声音畏畏缩缩：“程秘书，我们先出去了。”胃疼得越来越频繁，去医院找到了江一白。疼多久了？记不清了，有一段时间了。检查完后，刚好到江一白下班的时间。哥，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吧。江一白愣了一下，随即答应了。刚到餐厅，就瞧见远处的沈四和夏雨宁。夏雨宁率先看见了我们，向对面的沈四不知说什么。沈四的目光也转了过来，江一白也注意到了，要不要过去？沈四也在。我摇了摇头，不想过去给自己心里添堵，可沈四却冷着脸，一把拽住我往外拖，直至车里，沈四才放开被揪得发红的手腕：“你来餐厅干什么？跟踪我？”“我没有，我去医院顺便请江一白吃饭。”沈四捏住我的下巴：“真的是吃饭吗？怎么担心夏雨宁回来，我把你踹了，急着找夏家呢？”看着沈四这张脸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陌生。滚下去，自己回家。我识趣地下了车，转头看见沈四接着夏宁雨走了。沈四一晚上没回来，夏雨宁的社交软件却发出了两人游乐园的合照。第二天到公司听到夏雨宁进沈氏的消息时，江一白让我赶紧去医院一趟，来不及请假。我连忙到医院，看到了江一白紧皱的眉头：“木木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我拿过单子，上面赫然写着我患的是胃癌，
别担心，木木，你要相信现在的医疗技术。哥，麻烦你了，帮我个忙，别告诉我爸妈，他们年纪大了。江一白犹豫一会，好，但是你要想清楚，尽早治疗是最好。还未等我想好该怎么办时，沈四的电话打了过来。滚去哪了？赶紧回公司帮雨宁办理一下手续。沈四，我累了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我在外面逛了许久，回到家看到冷着脸的沈四，你今天干嘛去了？这重要吗？公司有夏雨宁不就够了？沈四低语，他进公司是家里的要求，不是我让他进的。我清楚的明白，不管是谁让夏雨宁进的公司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生病了，许是见我失魂落魄。沈四语气软了下来，最近公司忙，辛苦你了，给你放个小长假吧。要不是夏雨宁，我能有小长假吗？不就是怕我打扰你和夏雨宁的二人世界吗？沈一白那边一直催我去医院，我想找个时间和沈四说一下，不见沈四回家。我拨通了沈四的电话，喂，沈四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有事和你说。可接电话的却是夏雨宁。不好意思啊，程秘书，沈四他喝醉了，我收拾东西回了家，妈妈看到我，怎么和沈四吵架了？我哽咽，妈，我想吃你包的饺子了。妈妈被我说的一愣，起身去了厨房。饺子好了后，沈四却来了，还真是会挑时间。见状，爸爸劝道，吵架很正常，但是日子还是要过的。见父母并没有挽留我的意思，下午我跟着沈四回去了。昨晚我喝醉了，手机放雨宁那了，我和他没发生什么，别没事找事，非得把你们捉奸在床才算发生点什么吗？沈四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程木，你能不能懂事点？没回复沈四，我自顾自地开了车门，下了车。很好，程木，你有种。夏雨宁找到我，上次你说你想和沈四离婚，真的？我笑了笑，对呀，你要是能劝劝他，我对你感激不尽。夏雨宁一脸不可置信。我拿出一份诊断书，我快死了。夏雨宁，一个死人，没必要骗你。夏雨宁神情复杂，他一直不喜欢我。大学起我就天天缠着沈四，可如今我快死了。他脸上露出了同情，我无所谓，我想从沈氏离职，你帮我拿到沈四的签字。这下夏雨宁笃定我不想和沈四有瓜葛。好，很快我离职了，接下来该离婚了。沈四回到家，我拿出提前拟好的离婚协议书。沈四，夏雨宁也回来了，我们离婚吧。沈四一愣，怎么？江一白答应和你在一起了，在不在一起和你没关系了。沈四一把抓住我还没签字呢，这么急着和我撇清关系。沈四把离婚协议书丢在旁边，我累了，改天再说吧。再累也就是签个字的事，你签了就可以和夏雨宁在一起了。就因为我没救你，你就一直惦记着要和我离婚。沈四若有所思，你就谁和我没关系了，爱就谁就谁。程木，你胆子肥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沈四愈发不耐烦，可看到我消瘦的身体时，语气软了下来。程木，沈家不缺你这口饭，怎么把自己瘦成这样？因为快死了呗。沈四一直推脱，不愿离婚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先搬出沈家。刚搬完，便接到了沈四的电话。沈四发了疯似的，程木，你什么时候离职？我没签过字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离职书上有你的亲笔签字。你别不信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沈氏的人。沈四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沈四回到家，家里关于我的东西全部搬空了。结婚2年，沈四没送过我什么东西，平时
不爱买东西的我衣柜里也没有几件衣服，东西少，负担自然也小了。很快，我带着少得可怜的行李住进了新租的公寓。沈四的电话一个又一个，索性就直接把电话关机。我开始拿着之前攒的钱四处旅游。沈四找不到我，最后找到了我家里。可我离职和打算离婚的消息，我爸妈他们也并不知道。沈四找不到我，最后发了短信给我：程木，我答应离婚，你赶紧给我出现。好，你先看离婚协议书，要是有不妥，发消息给我。程木，你到底在哪？我关上了手机，看着眼前的风景，怀疑从前的自己真蠢，每天只是围着沈四转，帮忙收拾他的烂摊子。可惜了，只有3个月了。我有点不甘心，联系了江一白。手机那头传来江一白焦急的声音，看样子沈四找过他。木木，你现在很危险，赶紧回来。放心吧，我在外面放松一下。哥，我想试试你之前的治疗方案，来得及吗？江一白听到这话喜出望外，来得及，等你回来，具体我们再详谈。我带着律师敲开沈四办公室的门时，他和夏雨宁正在讨论事宜。果然，他们才是一对。看见我来，夏雨宁识趣地离开。说吧，还有什么不满的？我让律师改好就签字吧。沈四却一脸倔强：我不离婚，那么我们法庭见。沈四吼道：你是爱上江一白了吗？我没搭理，带上律离开了沈氏。我必须尽快离婚，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再拖了。下午，我找了江一白商量治疗方案，刚出来就看到站在门口沈四红着眼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面对沈四突如其来的关心，我显得异常的平静。告诉你有什么用呢？沈四捏紧拳头，身体颤抖。对不起，你今天跟着来，是因为怀疑我和江一白有什么吧？许是被我说中。沈四稍愣。沈四，我不是你。今晚奶奶叫我们回去吃饭，沈家的人唯独奶奶对我很好，所以哪怕要分开了，我还是选择去看一看奶奶。好，车子缓缓驶进沈家老宅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进门，沈母依旧看我不顺眼，这次我当作没看见。沈母看向沈四：雨宁呢？你怎么不叫她？沈四没好气：家燕，叫个外人是几个意思？刚说完，门外的夏雨宁眼神复杂：我只是想来看奶奶，既然觉得我是外人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沈曼拦住夏雨宁：哥，你今天发什么疯？是我叫的雨宁姐。沈四不说话，拉着我径直地穿过他们，进了奶奶的书房。奶奶见我来了，开心地笑了，终于舍得带着木木来看我这糟老婆子。沈四不说话，只是搂着我腰，说以后会常来。真的是常来吗？饭桌上，沈四开始给我夹菜：多吃点，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。我不接话，只是默默低头吃着饭。沈曼不乐意了：我哥哥说话呢，哑巴了吗？沈四瞪着沈曼：你平时就是这么没礼貌的，和你嫂子道歉。沈曼不服气，转头看向沈母。沈母刚想圆场，被沈四打断：沈曼，道歉。沈曼嘟囔着嘴：凶什么？我道歉还不行吗？沈曼不情不愿地说了对不起，紧接着真不知道给我哥下了什么迷魂药，声音很小，可沈四还是听到了。啪！沈四把碗摔在地上，牵起我准备起身就走。这饭谁爱吃谁吃。一旁的奶奶却笑呵呵的：好孙子，知道疼媳妇了。沈四带着离开了沈家，再忍忍，马上到餐厅了。说完，沈四不放心，又问道：胃疼吗？见我摇摇头，沈四松了口气：吃完带你去看医生，别害怕，
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我想去江一白那儿。沈四愣了一下，随即答应了我。沈四，你没必要为了我发脾气的，反正我们快离婚了，这些事你不用管。目前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。我眼里含泪。沈四，我不需要你的施舍，尽快离婚吧。沈四没接话，就像没听到似的，自顾自地帮我夹着菜。看到沈四带着我的江一白惊了一下，这时候知道关心人了。先前哪里去了？沈四没搭理。钱不是问题，多找几个专家会诊，需要的地方请告诉我。江一白点了点头。可拖了太久，癌细胞早就扩散了。知道结果的沈四揪着江一白的领子：“你不是医生吗？你和他在一起，为什么没早点发现异常？”江一白拍开沈四：“你好意思说我？你忘了你才是她的丈夫了吗？你有真正关心过她吗？”沈四眼眸低垂，再度红了眼。都怪我，我开始积极配合治疗，身体却越来越虚弱，也越来越疼。沈四开始公司医院2.1线，日渐消瘦。我看着消瘦的沈四：“沈四，离婚吧，你就当是我遗愿吧。”沈四依旧不回应。别担心，会好起来的。我请了国外的专家，马上就到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我的头发开始掉了，脸色愈发苍白。沈四公司也不去了，整天在医院守着我。趁沈四回家取东西的间隙，我联系了律师。沈四回到病房，看着一旁的律师：“我不会离婚的，沈先生。若你不离婚，程女士这边会依法起诉的。可程女士的身体你也知道。”沈四无奈：“木木，你真的不爱我吗？”我别过头去，不回答沈四的问题。沈四，签字吧，以后也别来照顾我了。我已经让我妈找了护工。沈四整个人微微发抖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木木，你真的就这么讨厌我吗？”我闭上眼，身体已经疼得麻木。沈四，签完字出去吧，我累了，好累。离婚后，沈四依旧每天来看我，看着这具越来越虚弱的身体，整天充满消毒味的病房。我离开了，却遇到了夏雨宁。她表情呆滞，看到我愣了好久。“你还活着呀？怎么这么迫不及待想让我死？”夏雨宁语气软了下去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紧接着，夏雨宁认真地看着我：“走，聊聊。”夏雨宁清晰地认识到，沈四是爱我的，只是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毕竟程木生病后，他谁都不理，眼里只剩下了程木。夏雨宁此刻看着眼前的程木，他突然清醒了。我和沈四已经没机会了。程木，如果我和沈四在一起，这辈子我都在你的影子里。可我和沈四在一起的这几年，都在你的影子里，谁来心疼我呢？沈四找到我时，眼神警告地看着夏雨宁：“你怎么会和木木在一起？”夏雨宁无语地看着沈四：“我找他唠嗑，怎么了？他的身体必须回医院。”夏雨宁，你别那么不安好心。夏雨宁急了，这下知道我不安好心了。沈四，我告诉你，比起我，你更对不起程木。我看向沈四：“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没资格在我身边骚扰我。”沈四跪在地上：“木木，我求你不要这样，好好回医院治疗，相信医生好吗？我的身体我知道，现在已经回天乏术。沈四，你不要再出现我面前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”沈四愣在原地。我回了医院，江一白看见我松了一口气：“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想不开呢。怎么会？出去散散步，在医院闷太久了，对不起，太过关注你的病情，忘记了你也需要放松，是我的疏忽。”沈四依旧不死心，每天来医院找我。我和江一白商量，让我转院。江一白联系了他的老师和师兄，将我转至南城医院。很快，
多个国外权威专家同时会诊，确定手术方案。江一白看着我，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知道江一白只是安慰我，癌症治愈几率多小，我又怎么会是上天垂怜的那位呢？沈四疯了似的到处找你，你真的不见他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和他在一起太痛了。手术很快就要开始了，麻醉下去，我的意识逐渐模糊。我做了好长的梦，梦里和沈四的片段一段一段，像一场电影。而现在要谢幕了，醒来便看到江一白还有沈四。沈四变得狼狈，熬红的眼睛，乌黑的眼圈。木木，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喉咙里散发出微弱的声音。沈四，我不想见你。我死在了和沈四婚后第3年的秋天。沈四在我的墓园守了3天，最后被沈家的人强行带走。每个月沈四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陪我父母。我妈妈知道我和他结婚受的委屈后，不再见他。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，并非一声巨响，而是一阵呜咽。真奇怪，我要死了，沈四才爱我，可下辈子我不想再遇见沈四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